普京让北约满血复活，美国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系统性挑战中国露出了端倪。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少。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一场火药味十足的北约峰会落下了帷幕。在土耳其点头之后，芬兰和瑞典将正式加入北约。俄罗斯以北约的边境线扩大了1倍。北约的新战略文件首次将中国列为系统性挑战，将俄罗斯从建设性伙伴变为了严重威胁。中国人之所以关心北约峰会，其中最关注的是北约有没有可能东扩到亚洲。其实我们更要关注北约满血复活后变成美国推动系统性挑战中国的平台。曾经被马克龙讥讽为脑死的北约，由于普京在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而恢复了活力。通过渲染俄罗斯对整个欧洲的威胁，北约计划将其快速反应部队从4万人扩大到30万人，其成员国的军费开支也要增加到 GDP 的2%左右。也可以说，特朗普用美国撤军来威胁敲诈西方没有得到的，因为俄乌冲突而全部实现了。这次北约峰会所含的警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这次会议不出所料的严词谴责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明确指称俄罗斯是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稳定最重大而直接的威胁。2010年的时候，当时俄罗斯还被称为合作伙伴，要注意是合作，双方的关系还相当的亲密。在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之后，双方的矛盾就全面激化了，北约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全面的制裁。那么这次北约峰会不仅把俄罗斯定义为最大的威胁，而且还首次把中国指称为系统性挑战。系统性挑战从本质上看似乎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介于建设性关系与敌对关系之间的一种不信任关系。为什么会是系统性挑战呢？说白了，就是美国想要将中国列为敌对关系，而欧洲有些大国想要建设性的关系。因此，所谓的系统性挑战很可能是双方妥协的一个结果。这份文件指出，中国运用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工具对外投射影响力，寻求控制关键的科技工业领域、基础设施和战略性资源与供应链，利用经济杠杆打造战略性依赖关系，在包括太空、网络和海洋等领域，试图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说实话，这些言论完全出自于美国对华战略的不信任。在这份文件中，北约还特别指责中国与俄罗斯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强化了彼此削弱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企图。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份北约战略文件，就能发现俄乌冲突对中国战略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在美国的挑拨下，西方国家不得不对中国表达了一种不信任感。虽然韩国和日本参加了北约峰会，但是欧洲的很多成员国对吸收亚洲成员国没兴趣，而且加入北约对日本和韩国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毕竟他们本身就与美国有着军事同盟的关系。所以这次北约峰会真正让中国警惕的不是北约东扩到亚太，而是美国试图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在一起，打造对抗中国的国际联盟，还顺势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北约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列为亚太地区的4大伙伴，这就是美国企图打造与中国进行系统性战略竞争的国际集团的第一步。美国想系统性的挑战中国，却把中国说成是系统性挑战。中美竞争的格局正因为北约的满血复活而改变，这需要我们有更大的智慧来处理这件事儿，分化美国和北约的关系，而不要上了美国人当，和某些北约国家吵成一团。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